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刚成功预订了回家的机票，我的心情异常舒畅，甚至忍不住轻声哼起了小调，转身就系上围裙，准备下厨。客厅里，婆婆正与王淼窃窃私语，我偶尔捕捉到王淼压抑的埋怨声：“妈，你这是何必呢？”我选择性忽视，全当没听见。婆婆为了今年我和王淼回娘家过年的事情，已经闹了好些日子，话里明嘲暗讽，无非就是想让我们改变主意。但婚前我们早有约定，王淼虽然心有顾虑，却也不好反悔，而我也选择对陈玉兰的暗示装聋作哑，坚持要按原计划回家过年。饭菜准备好了，正好爸也回来了，大家洗洗手，准备吃饭吧。我把做好的菜肴端上桌，王淼想要上前帮忙，却被陈玉兰一把拽住，母子俩又是一番纠结。王淼面露难色，却又不敢挣脱。这样的戏码我已经看了整整2年，早已心生厌烦，自顾自地摆好饭菜，并为全家人一一盛了饭。对了，我得赶紧告诉我爸妈，我们抢到票了，让他们去高铁站接我们。我边吃边与父母通话，告知他们这个好消息。爸爸问我们什么时候到达，以便安排接站。我点开购票应用，打算截图，却蓦地看到2条退票成功的通知。怎么会退票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王淼，这票我费了好大劲才抢到的。愤怒之下，我把手机重重摔在餐桌上，气得浑身发抖。候补的票本就难求，我和王淼的座位还不在一起，这一退，不知何时才能再次抢到。退了就退了嘛，其实在家里过年也挺好的。就是啊，晚白，天气这么冷，我还看到好几则高铁因天气原因被困的新闻。要不今年就在家过吧，初3我再陪你回娘家看看。王淼和公公都在尽力缓和气氛。在家？在哪个家？我要回的是我自己的家。王淼，结婚前我们说好的，第1年在你家过，第2年在我家。你现在退了我的票，这算怎么回事？王淼向来对陈玉兰言听计从，以往我和陈玉兰有什么不和，他也总是劝我忍让，但从未让我受过太大的委屈。这次他竟然敢背着我退票，我愤怒至极，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。够了！陈玉兰怒气冲冲地将饭碗猛地放到餐桌上，是我把车票给退了，你有什么权利退我的车票？陈玉兰显然没料到我这次态度如此强硬，敢与他正面对抗。他短暂惊愕，随即面红耳赤，怒火中烧。你嚷嚷什么？这么没大没小，这家里还轮不到你大呼小叫。女儿嫁了就是别人家的人了，还老往娘家跑，不像话。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，春节得陪我，回什么娘家？你个没用的赔钱货！陈玉兰眉头紧锁，双颊微微泛红，对着我就是一顿训斥。你再说一遍赔钱货试试。婚前你儿子说的好好的，1年轮流去一家过年，怎么就成了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了？我们家可没有这个规矩，我永远都是我爸妈的闺女。将来王可结婚了，你难道也不让她回家了吗？我嫁给王淼又不是把自己给卖了，怎么就不能回娘家了？我猛地一拍桌子，站起来与陈玉兰争辩。王淼见状想过来劝我，却被我一下子甩开。王淼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你妈退了我的车票，这事儿你说怎么办？江晚白，你怎么能这么跟王淼说话？他是你老公啊！我告诉你，王淼，这个春节我肯定要回家。
哪怕是开车上高速我也得回，就算在高速上被堵住，冻上整整7天我也要回去。你看着怎么解决吧。说完，我一脚踢开凳子，气冲冲地进了卧室，砰的一声关上门。外面陈玉兰的骂声依旧不绝于耳，一会儿冲着我，一会儿又冲着王淼，责怪他娶了个扫把星，专门来气他的。一进卧室，我立刻给妈妈打了个电话，电话那头过年的喜庆歌曲热闹非凡。丫头，怎么了？我跟你爸正在超市买东西呢，准备了好多你爱吃的，还有王淼喜欢的，就等你们回来给你们做。听到妈妈的声音，我心中的委屈如潮水般涌出，眼眶一酸，泪水就滑落了下来。妈，我怎么了宝贝？怎么哭了？是不是你婆婆又欺负你了？妈妈听完我的诉说，声音里也透出了愤怒。王淼这次真是太过分了。别急，女儿，我和你爸会帮你抢票的，人多力量大，如果抢不到，就让你爸开车去接你，反正也不远。我揉了揉鼻子，挂断了电话，有些后悔打给妈妈，让她和爸爸知道我过年还受这种气，他们这个年也过不好吧。他二伯到了，快请进，里面坐。我听见陈玉兰谄媚的招呼声，知道是王淼那个远房堂伯来了。这位堂伯跟我们家的关系其实挺远的，但因为他岳父是王淼上级公司的领导，所以陈玉兰总是热情地叫他二伯。我家小竹不是要高考了吗？听说王幺的媳妇都考上博士了，我特意带他来跟小江取经，让小江给他分享分享学习方法。晚白在屋里的，你们快坐，我这就去叫他。陈玉兰招呼他们坐下，同时喊着我的名字朝卧室走来。我赶紧拉高被子盖住自己。他二伯来了，想让你给他女儿一些学习上的指导。我难受，起不了床，我躲在被子里，没有要起来的意思。陈玉兰走到床边，小声对我说：“快起来！他二伯的岳父是王淼的领导，如果招待不周，影响了王淼的工作，我会找你算账的。”我心里盘算着，既然陈玉兰这么爱巴结二伯，那我就趁机让他丢丢面子。打定了主意，我掀开被子，下床走向客厅。小竹这次模拟考试考了多少分呢？我坐在沙发上，敲着二郎腿嗑瓜子，完全没有平时的淑女形象。二伯的脸色有点阴沉，陈玉兰不停地向我使眼色，但我都装作没看见。400多分吧？我佯装惊讶地提高声调。小竹，400多分，这怎么考大学呀？我记得你初中的时候成绩不是挺好的吗？怎么一到高中就成这样了？二伯和小竹的脸色同时一沉，显得有些不自在。小竹在高中阶段与校内的小混混谈恋爱，成绩因此大幅下滑，这让二伯感到非常没面子。二伯叹了口气：“所以呀，我才带他来找你，你给他讲讲学习的方法，怎么着也得让他考个大学。”看着他们有求于我，却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和我说话，我心中暗笑。陈玉兰忙递上茶，并亲切地拉起我的手：“晚白，交给你我就放心了，你可是博士，年后还要去深造呢，有你指导小竹，她肯定能考上大学的。”我内心泛起一丝冷笑。当初我决定考博士时，陈玉兰可是万般不乐意，觉得我不顾家庭，现在却来说这种场面话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王淼也开始动摇。他原本坚决支持我，但后来也开始试探性地劝我放弃读博。我受不了王淼那副想说又不敢说的样子，直接打断了他未出口的话：“王淼，你应该清楚这个博士学位对我的事业有多重要。我跟你结婚后已经牺牲了很多，
你自己想想，你该不该说这样的话？为了和王淼结婚，我放弃了在家乡海市的高薪工作，离开了父母，跟随他来到茂市。虽然两地相距不远，但工作繁忙，我仍无法常回家看望父母。王淼听后默然无语，他既不敢反对我，也不敢得罪陈玉兰，只能尴尬地站在中间。二伯端起茶，瞥了我一眼，显然对我今天不够热情的态度有些不满。我也不指望小竹能读到博士，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什么用，能上个大学，找个好人家嫁了就行，那还找我问什么？我把手里的瓜子扔回坚果盘里，拍了拍手上的灰。小竹，你爸都说了，读书没用，你还那么辛苦上学干什么？高考随便考，高中毕业了直接跟你男朋友结婚了，你爸更安心。二伯的和小竹的脸上瞬间涨得通红，又诧又怒。小竹狠狠瞪了我一眼，王淼赶紧拉住我的袖子，示意我别再乱说话。陈玉兰的脸色刷一下就变得苍白，指着我就骂：“你这说什么话呢？没规矩的东西！你该跟二伯这么说话吗？家里人也不知道怎么教的。”赶紧带小竹去书房，好好给他指导指导。我冷笑一声，直接起身进了卧室，没管客厅坐着的一群人有多尴尬。陈玉兰，既然你不让我回家，我只好把你家搅个天翻地覆了。他三姑来了，快进来；四叔来了，快来坐。王淼，你小姨来了。除夕这天，陈玉兰邀请了一众亲戚，王淼和公公提议去外面订一桌。陈玉兰说什么不干，坚持在家吃有人情味，反正她又不用做饭，全靠我和公公操劳。不过这样正中我意，在饭店吃，要是吵起架来，场面激烈了，多不好看。三姑、四叔、小姨，你们大家都坐，马上就吃饭了。我从厨房伸了个脑袋出来打招呼，打定主意不回家过年后，我就跟往常一样，整整1个星期。陈玉兰说什么，我听什么。起初因为我气走了二伯一家，陈玉兰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。王淼跟我说话语气里也带着责怪，我对王淼自然没有什么好脸色。没骨头的妈宝男，看他一脸窝样我就来气。不过为了能留下来在年夜饭上收拾这一家，我对陈玉兰恭恭敬敬，陪了几天，笑脸说我年轻不懂事。那天是气昏头了，还答应初一跟王淼去给二伯家拜年赔礼。王淼和公公都劝陈玉兰年关下别在家里闹矛盾，加上我天天出去买年货准备年夜饭，陈玉兰能挑刺的地方也少。到了今天除夕，她才算真正有了点好脸色。陈玉兰拉住门外刚到的小男孩往客厅里带，我转头看了一眼，是王淼的大姨两口子和他们的孙子。王淼的表哥夫妇都在国外，孩子跟在爷爷奶奶身边，老年人不懂什么教育方法，又是亲孙子，当然是千宠万宠。这个小孩从小就是个坏种，在学校欺负同学，偷同学的东西，有经常掀女孩子的衣服裙子。大姨两口子经常被老师请到学校，在学习保证得天好地好，回家一样接着惯孩子。我和王淼结婚后半年，我就怀孕了，第一次怀孕。我千小心万小心，妈妈一有空就从海市跑过来看我。陈玉兰一向冷冷淡淡的，那段时间对我的态度也亲热得多。那次大姨带着刘迪来串门，我跟王淼都在上班，刘迪跑到我们的房间，把我的化妆品、护肤品全给抠出来，弄得一团乱。几件贵重的衣服也沾上了化妆品，还把我结婚前妈妈给我的一堆玉镯摔碎了。等我回到家，
大姨正带着刘迪洗手，嘴上做着样子骂他。陈玉兰还在旁边唱着白脸劝：哎呀，有什么呀？不就是一点擦脸的东西吗？反正她现在有了，也不怎么化妆。我早就觉得，都结婚了，打扮得那么漂亮干什么？出去招惹谁呀？等她回来，我跟她说，我看她也不敢怎么样。我听到话里话外都在说我，赶紧打开卧室门进去。房间被弄得乌烟气，地上、桌子上，甚至墙上都被刘迪用化妆品涂得乱七八糟，玉镯子碎成好几段，被他插在面霜瓶子里。婉白，小迪在你们房间玩，不小心打碎了点你的东西，他还是小孩子，你收拾一下吧。陈玉兰看我进了卧室，也紧跟着过来，站在门口轻飘飘说了2句，要怎么不小心才会弄成这样？这是我妈给我的紫，不就是个镯子吗？能值几个钱？再说了，你老收着也不戴，坏了就坏了呗，你就当还收着不就行了？就是小江，你看小迪，他也不是故意的，要不我教训他一顿。大姨拉着刘迪从洗手间出来，装模作样就要打孩子。陈玉兰见了，赶紧上去拦着。大姨把刘迪扯过去，打了几下屁股，非得教训他不可，不然小江怎么出这口气？叫你捣乱，叫你捣乱，这是把责任都引到我头上了。他们在一边拉扯，刘迪被揍了几下，咧着嘴大哭，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，就冲过来用头狠狠顶了一下我的肚子。后来孩子没留住，陈玉兰骂我自己没本事留住孩子，大姨说是来道歉，可没来医院看我，径直去了家里，把我妈送来的燕窝全打包带走。我每次提起这件事，陈玉兰都一脸不耐烦地训我，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了还提？小迪还是个孩子，又不是故意的，你还想把他吃了？你们年纪轻轻的，再怀一个不就得了？再说了，你大姨不都上门来给你道歉了？长辈都做到这种程度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热情地端上去2盘水果，用牙签插了一块最甜的香瓜，递给刘迪。既然你们一头扎进来，就别怪我不留口德。王淼，你跟小江结婚快2年了，也没说要个孩子，这叫外人看着像什么话？你要是有什么病，也早点去瞧瞧，这不生孩子算怎么回事儿？大家刚落座，三姑就开口：我跟王淼结婚2年，他催生孩子就催了2年，每回一起吃饭都要提。大姨脸上有些不自然，一个劲给刘迪夹菜。我们这辈人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那孩子都满地跑了。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只考虑自己，追求什么自由，也该考虑考虑老人的想法。是啊，你看我们家王斌今年都要生2胎了，现在年轻人啊都不想生孩子，要我看就是自私。四叔也加入进来，跟三姑一唱一和：哟哟哟，您这么大方，就麻烦您把我那份生了哈。就是不知道您这把年纪了还生得出来吗？我面露嘲讽地看着这桌奇葩，你怎么说话的？我们这边不也是为你们好吗？我们不着急，我妈说了，我们年纪轻轻，留了一个再怀一个就得了。饭桌上的气氛瞬间尴尬了起来，陈玉兰脸上有些挂不住。大过年的，又提这个干什么？是啊，三姑、四叔，我妈问你们呢，大过年的又提这个干什么？你们都知道我流产了，还专往我心窝里戳。我是小辈，你们不把我放眼里，那你们也不顾我公公婆婆的面子，年夜饭也让他们难堪。我们哪是那个意思？三姑和四叔着急了，把筷子一放，急忙为自己辩解：小峰，你看，你爷爷说了，你爸妈要给你生弟弟妹妹了，你爸妈肯定是不喜欢你，不要你了，才给你生弟弟妹妹。四叔的小孙子一听我这么说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
大人们怎么劝也劝不住。刘迪在旁边也把筷子丢到餐桌上。我爸妈也要生小弟弟了，他们是不是也不喜欢我了？是啊，他们在国外生了小弟弟，一家3口过日子，就不记得你这个孩子了。我喝了口饮料，笑眯眯地对刘迪说。刘迪哭起来，直接在地上打滚。大两口子平常跟喂猪似的喂他，长得肥头大耳，几个大人也拉不住。不过没关系，小迪不喜欢弟弟妹妹，找爸爸妈妈使劲闹就行了。反正你是小孩子，没人会怪你的。王淼在一边赶紧拉了拉我的袖子，示意我别再说话。小姑子王可指着我的鼻子就骂：江晚白，你说什么呢？大过年的好好一顿饭让你给搅了，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？怎么给人家当儿媳妇的？嫁进我们家了还作威作福，我哥就是没好好收拾你。王可从来不叫我嫂子，一开始我也尝试好好跟这个小姑子处好关系，后来发现她跟陈玉兰一个德行，张口闭口就是嫁娶孝顺。你嘴上沾份了王可，我再不会当儿媳妇也是光明正大。你倒时想给人当儿媳妇，你那个老男朋友愿意跟他老婆离婚吗？你有当儿媳妇的资格吗？家里有你这么个人我都嫌丢脸。我拍了拍自己的脸，王可被我说的脸煞白。他当小三是全家人都知道的事，我跟于淼当然是不赞成。陈玉兰不仅不当个丑事，还天天催她赶紧让她男朋友和老婆离婚。王可冲上来就要打我，被我一把推开。四叔和三姑也在旁边出言责怪，这大过节的，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。你爸妈怎么教你做人的？眼里还有没有长辈？这要是我女儿，我早就2巴掌打过去了。今天我们就替你婆婆教训教训你。三姑说，这就撸起袖子，像是要来打我。我朝她摆摆手，行了，三姑，你女儿是不是你女儿？你不知道吗？姑父在外面生了小的，抱回来给你，你屁都不敢放一个，跑到这儿来扬威作福的。有本事你回去跟姑父闹啊！呀，你乱说什么？你这个小贱货！陈玉兰，你是死人啊！你们家什么时候轮到儿媳妇说话了？三姑性格软弱，家境也不好，嫁给姑父之后打骂不还口。姑父在外面不知道玩了多少女人，生了一个女儿，为了给女儿上户口，硬是抱回家来给三姑养。公公心疼这个妹妹，任她回家来怎么闹事都能容忍，所以三姑在家里受气，就跑到娘家来耀武扬威，谁家的事她都要掺和几句，唯恐谁家日子比她好过。四叔一拍桌子，站起来指着我：你这什么家教，跟长辈这么说话？王淼，你那儿找的老婆，要是我非打死她不可。四叔你也别生气，什么长不长辈的我确实不懂，对长辈我确实没您恭敬，我问问大伯就知道了。刚才你跟三姑这一唱一和的，人家都是夫唱妇随，你们姐弟俩算怎么回事？不知道的以为你老毛病又犯了呢。闻言，四叔的脸上浮现了一丝尴尬，又因为丑事被我戳穿，恼羞成怒，整个脸红得发紫，指着我的手都在不停地颤抖。你别着急呀，四叔，有话慢慢说。你这都黄土埋半截了，要是气出个好歹，大过年的谁来管你？他当初年轻的时候，趁王淼的大伯下地干活，在王淼的爷爷家对大伯母动手动脚，大伯母转头告诉了大伯，大伯差点打断他的腿。四婶也因为这个跟他离婚，孩子都没要，直接搬走。当时闹得很大，出了这样的丑事，王家在村子里被人指指点点几十年。我弟次跟王淼回老家，就有好事的把这件事告诉了我，我连珠炮一样
骂了他们几个。陈玉兰和王伟国的脸上一阵青一阵红，恨不得上来吃了我。家里乱作了一团，吵的吵，闹的闹，一顿年夜饭还没动2筷子，大家个个都面红耳赤。就这种媳妇，你们家还容得下她？大姨，你也别着急呀，没骂到你，你心里痒痒了。我淡然地坐回椅子上，你倒是容得下你媳妇，把你儿子带到国外去，吃没的吃，喝没的喝，连我妈买给我的燕窝都要偷，那是燕子的口水呀！你们家穷成这样了，口水都要偷。大姨的儿子被媳妇撺掇着去国外旅游，护照过期，直接黑在那里，过得连流浪汉都不如。他跟大姨夫的工资每个月要接济儿子，老2口过得紧巴巴，去谁家都要搜刮点东西走。我这一席话，无疑是戳到了他的痛处，他也没了平常装模作样的做派，跟个泼妇似的要扑过来打我。陈玉兰没见过我这种样子，这2年我不爱跟他计较，想着他是长辈，处处忍让，他就以为我好拿捏。今天第一次见我这样撒泼，现在才反应过来。江晚白，你个没教养没规矩的小东西，我今天就要替你妈教教你。闹成这样了，饭也没法吃了。我直接把桌上的碗碟都扫到了地上，饭菜砸了一地，大家都被这阵仗吓得愣住。你们一个个做的那些烂污事情，我平常不说是不想掺和，现在你们不要脸皮，就别怪我不给你们面子。我们家家教只教我尊重值得尊重的人，像你们这种一家从古墓里爬出来似的，我不懂什么叫尊重。江晚白，王淼在一边终于忍不住，他知道家里长辈个个都无德，又不敢反抗，刚刚听了半天，也只是悄悄示意我别说了。现在看闹成这样，他再不制止我，恐怕事情就没法收拾了。王淼，你少跟我装腔作势的，你就敢对着我吼？你妈，你们家这些烂亲戚做了什么？你心里没数？书你也读，新闻你也看，你才是把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看你平时那个窝囊样子，你不敢说，我替你说出来了。怎么，你还要收拾我？我看着王淼窝窝囊囊的样子，实在把当时谈恋爱的心动和喜欢都忘得一干二净，现在只想赶紧逃离这个烂泥一样的家。王淼并不是为了家里的长辈生气，我知道他是气他自己，抛弃做男人的尊严，在家里唯唯诺诺，就是不敢跟陈玉兰吵一句，忍了家里这些长辈这么久的气，被我这么一闹才知道，原来受气了不用忍，原来心理健康的人被欺负了可以直接反抗。他是气我打破了他这么多年虚伪的自我安慰。你这个忤逆犯上的小贱人，你！陈玉兰气得指着我半天说不出话来。王可坐在沙发上直哭，三姑本来就是个纸老虎，不然也不会被老公欺负这么多年，现在被吓得低着头，一句话也不敢说。四叔捂着胸口，半天喘不上气来。刘迪和小峰还在不停哭闹，大姨哄了半天没哄住，直接一巴掌打在刘迪脸上。这下刘迪像疯牛一样冲过去，把大姨撞倒在地上。我瞟了一眼小姨，她嫁了个有钱人，平常眼高于顶，不过都是对着陈玉兰和王伟国炫耀。看我在家里撒泼的样子，尴尬的笑笑，拉着小姨夫就匆匆告辞。王淼，跟他离婚，这种小贱人，谁让你往家里领了？你要他还是要这个家？陈玉兰拉着王淼要他跟我离婚，我心里冷笑，还就怕他不说这句话。如果我提离婚，王淼肯定会纠缠不放，因为我受的委屈在他看来都不是什么大事。结婚2年多，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至于。现在陈玉兰要他跟我离婚，他那个窝囊性格肯定不敢忤逆陈玉兰，
更何况我今天闹这一场，不跟我离婚，他们家也别想继续跟亲戚来往了。我进屋把早已收拾好的行李拖出来，要离婚趁早。我等着看你们家下一个儿媳妇怎么被亲戚害流产呢？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刚到楼下，就看见爸妈拎着大包小包朝单元门里走。爸妈看见我，赶紧迎上来，又看我拉着行李箱，有些疑惑。我跟你爸一打算，不如过来看你们得了，这不开着车就来了。你拉着行李箱要去哪儿啊？跟小王吵架了？妈，我卸下刚刚大杀四方的怒气，扑倒妈妈怀里，委屈一股一股往上涌。爸爸放下东西就要上楼去跟他们家理论，被我和妈妈拦住。上了车，我把事情说了一遍，气得爸妈大骂王淼和他们一家。我就说那个王淼看上去也不是什么干大事的人，原本看他性格好，不会欺负你，谁知道是个软蛋，连他妈都拿不住。不怕，离婚就离婚，其实应该是咱们提离婚。这种人家谁去谁吃苦。晚上又降了温，高速全封了路，我跟爸妈只好到酒店开了个套房，把爸妈带来的一些现成菜隔着热水热了热，一家三口吃着半热不凉的饭菜，过了个除夕。可我觉得这比刚刚那顿色香味俱全的饭菜好吃千万倍。我们一直在酒店里等到初三，高速才全部解封。我跟爸妈开车回了海市，王一直没有联系我，直到正月初10我才接到他的电话，我才得知我走的这几天，王伟国出去跟朋友钓鱼，摔了一跤，老年人骨质疏松，直接把盆骨摔骨折了。他一直忙着在医院照顾王伟国。万白，之前的事是我不好，我替我妈跟你道歉。你也知道他那个人没什么文化，说话也不过脑子。我冷笑一声，等着他的下文。万白，之前的事我们先不提，现在我爸摔了，需要人照顾，我妈一个人忙不过来，你能不能？不能。我直接打断了他的话。王淼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跟你结婚是希望我们两个人能有一个幸福的小家，可是这2年来，你们家给了我什么呢？是无穷无尽的忍耐和退让吗？你妈和你那些所谓的亲戚又给了我什么？是毫无底线的羞辱和欺压。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。万白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怨气，之前的事确实是我和你妈做的不对，可是现在我们家正是需要人的时候，你就不能。我再一次坚定地拒绝了他。王淼，如果你还念在我们夫妻一场的情分上，我们就此好聚好散；如果你还想道德绑架我，那我们就法院见吧。我相信法官会给我一个公正的判决。说完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，并把王淼拉进了黑名单。1个月后，我收到了法院的传票，王淼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。在法庭上，我提交了王淼和陈玉兰多次对我进行精神压迫和人格侮辱的证据，并要求王淼支付我精神损失费。最终，法院判决我们离婚，并要求王淼支付我一笔不小的精神损失费。走出法院的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仿佛重生了一般。离婚后，我回到了海市，重新开始了自己的生活。我找了一份新工作，并在工作中认识了许多新朋友。我开始学习新技能，努力提升自己，希望自己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。而王淼一家，据说在离婚后不久，就因为照顾王伟国的问题而闹得不可开交。陈玉兰和王可都不愿意在医院照顾王伟国，四叔和三姑也因为之前的事跟王家断了来往。最终，王淼只好请了一个护工来照顾王伟国。我听说这些消息时，
内心并没有太大的波澜。或许这就是他们应得的报应吧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充实。我开始尝试一些以前从未尝试过的事情，比如去旅行，去学习一门新语言，去参加一些社交活动等等。这些新事物让我感到非常兴奋和有趣，也让我逐渐走出了离婚的阴影。在离婚后的第2年，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男人，他成熟稳重、善良体贴，对我非常好。我们相处得很愉快，很快就确定了关系。在他的陪伴下，我感到自己变得更加自信和快乐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段失败的婚姻对我来说或许并不是坏事，它让我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和身边的人，也让我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并追求自己的幸福。虽然曾经受到过伤害和欺骗，但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更好。我会继续努力前行，在人生的道路上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快乐。而王淼一家，自从我们离婚后，就再也没有联系过。听说他们的生活并不如意，但我已经不再关心这些了。我只希望他们能够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，学会尊重和理解别人。对于我来说，过去的经历虽然痛苦，但也让我成长了许多。我学会了坚强和独立，也学会了如何面对困难和挫折。这些经历将成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，激励着我不断前行。现在，我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。我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一个爱我的男友，生活充实而幸福。我相信，只要努力前行，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。至于王淼和他的家人，他们已经淡出了我的生活，我不再去想他们曾经带给我的伤害和痛苦，因为那些都已经过去了。我现在只关注自己的生活和未来，希望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同时，我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珍惜自己的生活和身边的人，学会尊重和理解别人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的生活越来越充实和幸福，我和男友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。我们开始计划着未来，而王淼和他的家人已经成为了我人生中的过客，不再对我的生活产生任何影响。然而，在我几乎已经忘记了他们的时候，一个意外的电话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。万白，是我，王淼。电话那头传来了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。我爸他快不行了，他想见你最后一面。我握着电话的手微微颤抖，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回答。那个曾经对我恶语相向，无数次伤害我自尊心的老人，竟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想要见我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平复了一下心情。好，我明白了，我会去看他的。挂断电话后，我陷入了沉思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答应去见王伟国最后一面，或许是因为同情，或许是因为想要给自己一个了结。第2天，我来到了医院，看到病床上那个虚弱的老人，我竟然感到了一丝心酸。他曾经是那样的强势和霸道，而现在却只能无助地躺在病床上，等待死亡的降临。万白，你来了。王伟国看到我后，虚弱地笑了笑。对不起，以前是我和你妈不好，让你受了很多委屈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地站在床边看着他。或许在这一刻，所有的怨恨和不满都已经变得不再重要。万白，我知道我们家对不起你，但是现在我已经快走了，我希望你能原谅我们。王伟国继续说道。王淼他是个好孩子，只是太懦弱了。我希望你们能够重新开始，给他一个机会。
我听着他的话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原谅他们曾经对我的伤害，但是看到王伟国这样虚弱地躺在病床上，我心中的怨恨竟然慢慢地消散了。我会考虑的，我轻声说道。几天后，王伟国去世了。他的葬礼上，我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。王淼和他的家人都站在那里，默默地送着老人最后一程。我站在人群中，看着那个曾经对我恶语相向的老人被埋入黄土之中。或许在这一刻，所有的恩怨都已经随风而逝了。几个月后，我接受了王淼的道歉和复合请求。我们开始尝试着重新建立信任和感情。虽然过程并不顺利，但是我们都没有放弃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的感情逐渐升温。王淼开始学会关心和理解我，而我也开始尝试着接纳他和他的家人。最终，在经历了种种波折之后，我和王淼重新走到了一起。虽然过去的经历让我们都受到了伤害，但是我们选择了勇敢面对，并一起走向未来。或许这就是生活吧，总是充满了不确定和变数。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勇敢面对并努力前行，就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快乐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儿子满月酒上哭着要吃奶，大庭广众之下，婆婆边扯我衣服边把孩子往我胸上凑。娃饿的都成啥样了？都是女人，你害什么臊？我怒了，反手扒了她的上衣。都是女人，那你现在脱了给我看看。孩子才出生20天，婆婆为尽快收份子钱，着急忙慌地办了满月酒。刚把孩子哄睡，婆婆带着一大群亲戚不打招呼进了屋，二话不说就把孩子抱走。你们看俺的乖外孙长得可周正了，这眼睛，这嘴巴，和我儿子小时候一模一样。大姨看了看，反驳道：我看呢，这眼睛明明像孩子他妈，又大又圆，真好看。婆婆一听，立刻沉下脸，不高兴了。我儿子的种当然只能像我儿子自己。你瞎说什么？份子钱就你给的最少，你是不是来诚心找事的？自从孩子一生下来，婆婆就天天在我耳边念叨说孩子长得有多么像我老公，眼睛像，鼻子像，嘴巴像，就是没有一处像我的。我坐着月子不想跟他生气，气大伤身，最后受罪的还是自己。反正孩子就长那样，随便他怎么说也改变不了。孩子本来是睡着的，刚才婆婆吼大姨的那一大嗓门立刻把她弄醒了。孩子哇哇大哭，婆婆二话不说就过来当着众人的面扯我衣服。孩子饿了，快点给我乖孙子喂奶。我赶紧捂住衣服，把他的手打开。孩子刚才吃过奶，他哭是因为你给他吵醒了。你再扒拉我一下试试。我不让他扯我的衣服，谁知道他直接把孩子的脸对在我的胸口上，伸手就要往我衣领里去掏。娃都饿成什么样了？屋里都是女人，你害什么臊？呵！我反手拽住他的衣服就往下拽，他脖子下面的皮肤露出来了一大片。婆婆缩了手去捂自己的胸口。你干什么？我笑了。都是女人，那你现在脱了给我看看。婆婆急了，但又不知道怎么反驳。看吧，巴掌不打在自己脸上是永远不知道疼的。婆婆在亲戚面前丢了脸，她把衣服整好白了我一眼，扯着嗓门阴阳怪气。你不心疼你儿子，我还心疼我孙子呢。你要是不想喂，我明就把孩子抱给王姐，她家儿媳妇奶水多人又好，可不像你。接着又跟着亲戚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抱怨，我这儿媳妇脾气大的我都不敢说。
今天你们也看到了他是怎么欺负我这个老人家的，贤良淑德，他是一点都没占。谁家儿媳跟他一样？我吃力不讨好，伺候他坐月子，他就是这么报答我的。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婆婆不说还好，一说我就更加来气。我妈才做了手术，没办法照顾我，就说等我坐月子时就花钱请个专业月嫂。婆婆一听要花1万多，当即就否决了。饭我也会做，把钱花给外人，还不如给我，我保证做的营养又健康。婆婆3天2头的就在我面前念叨，又隔3差5的在老公那里吹耳边风，最后只能同意。可是我孩子生了，钱也给了，婆婆做出来的月子餐顿顿只有青菜和清水鲫鱼汤，我让她换些菜样，她还埋怨我多事。鲫鱼下奶，你多吃点，我乖孙才长得快。像我那个时候坐月子1个月，连吃个鸡蛋都是奢侈，你就别挑3拣4了。而我这群亲戚根本什么都不知道，只听婆婆单方面的说辞，就对我有了意见。二姨过来指责我：小媛，你怎么能这么对你婆婆？快下床跟她道歉。三姨也对我不满，天底下像你婆婆一样把儿媳当亲闺女的女人不多了，你怎么能恩将仇报呢？你低头服个软，一家人还是和和气气的。屋里的另外几个亲戚七嘴八舌地埋怨我的不是，儿子又哭得厉害，眼不见心不烦。我当即就下床，拿起墙边放的笤帚往他们身上扫。滚！道德绑架那一套玩得这么溜，自己有本事也脱了衣服给别人看，那么爱管闲事。门口的粪车路过，你们怎么不去尝尝咸淡？家住敦煌都没你壁画多，你们再进来一个我就打一个，少惹我！关门反锁，上床睡觉，一气呵成，任凭他们在外面怎么拍门，怎么吵，我都置若罔闻。把这群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亲戚赶出门后，屋内的空气就变得清新了不少。从看清婆婆的真面目开始，我就决定不惯着她，以后她敢惹我，我就见招拆招，别怪我不给她面子。亲戚都走后，给孩子喂完奶，准备躺下休息。老公气冲冲地进了屋，不用说都知道他是为什么生气的。没等他说话，我先发制人，淡淡开口：你要是也和我对着干，明天我就搬回娘家住。上次我们吵架，我回娘家，他可是劝了我半年，我都没回来。从那以后，他每次来我家都要被我爸妈数落。老公悻悻地收回了责问我的话，好言劝我：小媛，你今天怎么能那么说咱妈？她好歹也是你长辈，你让她怎么了？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给她难堪，多伤人自尊啊！我来了气，她是长辈，那我还是小辈呢，她怎么不让我？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她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扯我衣服，我就不难堪了吗？老公不赞同的瘪嘴，那再怎么说她也是咱妈，而且咱爸过世的早，一个人拉扯我长大也不容易，你多体谅一下她。反正等孩子100天后，咱妈就回去了，这些日子她有什么不对，你就忍忍，等她走了再说好吗？我不可思议地看向我面前的男人，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从我老公嘴里说出的话。当初我嫁给他，一方面就是看重他人心地善良，但没想到他耳根居然这么软，还是个妈宝男。老公摸了摸儿子的脸后往被窝里钻，我立刻踹了他一脚，把他蹬下了床。滚！老公摸着屁股直喊疼，我又把枕头砸了过去。你妈不容易是我造成的吗？你妈不容易是我嫁过来以后才不容易的吗？你妈生你养你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她不容易？现在你跟我说你妈不容易，跟我有屁关系？她将心比心了我，才能体谅她。她对我不好，
也别想让我对她好。我又不是没脾气的冤大头，她欺负我，我是肯定要上去反咬一口的。婆婆听到屋里的动静跑了过来，一看到自己的宝贝儿子被踹到了地上，指着我的脸就开始骂：扶为妻纲，我儿子可是我们林家的独苗苗，你怎么能打我儿子？真是反了天了！孩子又被这一大嗓门弄醒了，婆婆赶紧进了声去看孩子。孩子又饿了，愣着干嘛？快去喂奶呀！要饿死我乖孙子是不是？孩子一哭，婆婆就说是饿了。明明我20分钟前才喂过，孩子哭是天性，她总是拿一些愚昧的方法对我指指点点，我受不了了，抱着儿子就去了次卧睡，听不见婆婆的大嗓门。孩子果然很快入睡。半夜起夜的时候，主卧的灯还亮着，这母子俩在里面嘀嘀咕咕的，不知道在说什么。我凑近一听，原来是婆婆在给老公洗脑。你一个男子汉怎么这么惧内？那是你媳妇，不听话多打几顿就听话了，你怎么这么怂啊？还有小圆的月子还有10多天就做完了，龙宝宝寓意好，你们得抓紧时间，趁着龙年再生个2胎呀！站在门外的我听后紧握拳头，还想怂恿他儿子打我，那倒要看看他有没有那个胆了。2胎，呸！我又不是老母猪，身体没恢复前就想让我怀孕，门都没有。我想到了我和老公结婚前签的结婚协议，勾起唇轻蔑一笑，呵呵，到时候谁听谁的还不一定呢。我和婆婆冷战了几天，这几天我们相互看不顺眼，她做的月子餐更加敷衍，没办法，我只能自己做饭。今天婆婆不知道抽什么风，居然罕见地熬了鸽子汤，炸了肉丸子，还做了其他荤素搭配的饭菜。饭桌上，老公吃了个肉丸子，夸味道做得好。妈，你今天这丸子炸得好吃，吃起来不像是猪肉，这是什么肉啊？婆婆笑着又给她加了个丸子，你喜欢就多吃点，这肉可好了。老公稀松平常地说道：妈，以后你多炸这种丸子，好吃。婆婆眼睛眯成一条缝，这肉可金贵了，可不是天天都能吃到的。至于到底是什么肉，老公怎么问她都不愿意说。我觉得不对劲，老公让我吃肉丸子的时候，我拒绝了。婆婆给我盛了碗鸽子汤，非要让我喝。整个月子期间，她都没这么殷勤过。现在这么着急让我喝汤，肯定有诈。我盯着碗里那一块块黑漆漆的肉，忽然想起了让婆婆扔的胎盘。婆婆，我的胎盘你是不是没扔？我说完，婆婆双手一顿，心虚的否认：扔了，早就扔了。我摔了筷子站起，扔了那这里面是什么？婆婆居然想让我吃自己的肉。想到刚才老公津津有味地吃肉丸子的样子，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这不就是相当于变相的吃人肉吗？我没喝，婆婆一下子就不高兴了。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，好好给你做饭你都不吃，这肉就是你的胎盘，又怎么了？中药里它还是一味药材呢，大补得很，放冰箱里冻着又坏不了。好好的东西扔了你不心疼我还可惜呢。以前老家就有吃胎盘的偏方，可是要吃也是要经过专业处理后才能吃的。婆婆把我的胎盘冻在冰箱里快1个月，除了洗一洗，什么处理都没有。在医院里，我就说不要把这东西带回家，婆婆偏不听。到了家，她还骗我说早就扔了。没想到一直冻在冰箱里，我直犯恶心，起身站起，你们吃吧，我不吃了。婆婆看我不吃，直接把我身边的碗拿走，一口口地喝着汤，不识抬举，你不喝我喝。我就没见过这么不知好歹的儿媳妇，再作死信不信让我儿子把你轰出去？我不但不走，
反而直接把桌子掀了，然后坐在沙发上，气定神闲地看起了电视。不信，你让你儿子轰我一下试试，看他敢不敢。汤水呼呼啦啦地洒了婆婆一身，她拉着老公就要过来打我儿子，打他，气死我了，真是气死我了。我给你拉着他，你只管打，他跑不了的。你买的房子，这是你家，你是一家之主，我给你撑腰，你怕什么？我挑眉看向老公，看到他一脸怂样，觉得有些可笑。你家？看来你还是没跟你妈说实情啊。我和老公是在工作中认识的，虽然他学历高，长得也周正，可因为他家境原因，一直拖到了30出头还没有结婚。老公比我大7岁，当时他追求我，我是不愿意的。但是在后来的相处中，发现他人好又上进，最重要的是对我体贴，会疼人。久而久之，我们就相爱了。见家长时，我爸妈嫌他年纪大，还没车没房，就不同意我俩在一起。当时我被猪油蒙了心，非他不嫁。我妈心疼我，就给了我们一套房子，房子上写的当然是我的名字。但是老公为了婆婆在外面有面子，就和我商量说骗他这房子是他自己买的。结婚前我们还签了协议，他要是对我不好，离婚时他净身出户。到现在我这个傻婆婆还逢人就说自己的儿子多有钱多厉害，殊不知这个房子1分1毫都不是他的，还想让他儿子打我。我倒要看看是谁先把谁给轰出去。老公怕我说漏嘴，打着马虎眼把婆婆糊弄了过去。婆婆进屋前还不忘把地上的胎盘肉捡起来，用水冲了冲吃了。婆婆和老公吃了胎盘，第2天就上吐下泻，进了医院。医生诊断是食物中毒。看着他们在医院打着点滴下不来床的样子，我没有一丝心疼，活该。且不说没处理过的胎盘能不能直接吃，冰箱里都冻了1个月的东西也敢拿出来吃，就不怕低温细菌吗？孩子一直闹腾，我也没办法做饭，喂完奶后只能点了外卖赶去医院。婆婆在病床上哎呦哎呦地发出难受的声音，看到我拿着外卖来了，立刻沉下了脸。你个败家玩意儿，外卖多贵啊，说点就点。我儿子辛辛苦苦赚钱，可不是让你这么花的。他不关心我自己能不能忙得过来也就算了，而且我还是个没出月子的产妇，吹着风来送饭，你还埋怨了起来。行行行，我就不该管你的死活。我提起外卖问，你到底吃不吃？婆婆扭过头，不吃。接着她看了眼盒子里面的肉，吞了吞口水。你们年轻人就是嘴馋，外面卖的哪有自己做的好吃？这次就算了，我就勉为其难的吃，得了便宜还卖乖。明明自己就很想吃，但是非要想方设法的说我一顿，没事找事。我皮笑肉不笑的堵了她的话，好，你节俭，婆婆也别勉为其难了，省得外人看到说我欺负你。你看不上我送的饭，就让你儿子给你送吃的吧。我搬了个凳子坐在他病床前，打开外卖盒，自己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。你不吃我吃。婆婆的肚子咕噜响了起来，几次想开口都没法说。她不说我也就当没看到，不吃就是不饿。别说外卖了，饿的人就算是垃圾桶里的馒头都会大快朵颐的。看着婆婆像是能把我生吃了的眼神，不用想我都知道她在心里怎么编排我。随便，你的乳腺是乳腺，我的就不是了。只是我没想到婆婆居然把前因后果颠倒黑白，我再一次成了众矢之的。刚回到家，就看到家族群里鲜红的99加条消息，点进去一看，全是在阴阳怪气我的。婆婆，哎呦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
在医院儿媳连个饭都不给送，这是要饿死我呀！大姨父，小袁，你怎么能这么对你婆婆？眼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二姨，就没见过这么当儿媳妇的，我妹妹也太命苦了。三姨，做一顿饭能花多少时间？我看不是她没空，她就是单纯的懒。下面还有几十条都是在指责我的话。面对他们对我的指责，老公在群里跟个死人一样，屁都不放一个。结了婚生了孩子后，我才算是看透了他们这一大家子。不过我也不是好欺负的种，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呀，我又不是软柿子任人拿捏。接着我在群里发出今天外卖订单的截图和去医院看婆婆的画面，委委屈屈地发了消息。你们这样说我可要伤透心了，我怕自己做的饭不好吃，专门点了贵点的外卖，冒着寒风给婆婆送去。可是到了医院，婆婆挑三拣四，还数落了我一顿，说不吃外卖。你们也知道我现在一个人在家，还带着娃，哪有时间做饭呢？我心疼婆婆中午饿着了，连孩子都没管，就直接去了医院。没想到她居然是这么说我的，我体谅她，可是她谁来体谅刚生完孩子的我？婆婆也太伤人心了。我把消息发送了出去后，翻了个白眼，装委屈谁不会呀？果然群里不说话了。婆婆，你无理取闹，那到最后外卖还不是你自己吃了？是你自己说不吃的，那也不能扔了浪费啊！你不心疼你儿子，我还心疼老公辛辛苦苦赚的钱呢。婆婆，你颠倒黑白，明明就是你小娼妇，等我出院了再给你好看。老公这时候在群里发了话：小袁妈，你俩都各退一步。婆婆，凭什么？儿子啊，你可是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扯大的，你不能有了媳妇忘了娘。你们都来给我评评理呀！这儿媳我是管不住了，都骑到我头上欺负了呀！群里一看风向不对，也没人接话，任凭婆婆在群里发疯。我关掉手机，不再看群，躺进被窝美美睡觉，不作死就不会死，反正破防的又不是我。婆婆从医院里回来时，我刚好坐完月子。她消停了几天后，又开始作妖了。才早上5点，她就在卧室里面拍拍拍，声音大的吵得人都睡不着觉。婆婆，你要是想锻炼，能不能下楼？你不睡，别人还想睡呢。谁知道婆婆拍打身体的声音更大了。都几点了还不起来？猪都没你能睡。不一会儿，孩子醒了，哇哇大哭。婆婆又开始了她的那套说辞，孩子哭了就是饿了，你还不赶紧给我乖孙喂奶？有时候面对婆婆的无知和愚昧，真的挺无奈的。我带着些怒意开口，还不都是你吵醒的？孩子每次一睡你都要给吵醒，摊上你这个奶奶也真是倒了大霉。你别拍了，再拍这么小的孩子都要被你整神经衰弱了。婆婆悻悻地停了手，果然没一会儿，孩子就又睡着了。婆婆自知没趣，灰溜溜地下了楼。等她锻炼完回来后，又不知道发什么神经，非要催我赶紧去上班。要知道，我昨天才出的月子，身子还虚着呢。我现在月子里吃的都是清汤寡水，这个月又没少生气。再加上我生产时难产顺转剖，还差点大出血，现在的身体根本没养回来。我婆婆居然大言不惭的让我现在就回去工作，她甚至连以后孩子的吃奶问题都安排好了。你从怀孕开始就一直吃我儿子的，用我儿子的，现在卸货了，也该为这个家里出力了。你出去工作也不用担心你儿子，我是孩子的亲奶奶，肯定不会饿着自己的乖孙。我都跟王姐商量好了，她家儿媳奶水多，
以后我把孩子抱他家喂。不是，这话他是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？我自己又不是没有奶水。再说了，万一孩子吃别人的奶出了问题，这又怎么算？我二话不说就否决了。不行，孩子我喂，产假不休完。我身体没恢复好之前，我是绝对不会出去上班的。还有，从怀孕到现在，我花的都是自己的钱，可没花过你儿子一分。别什么屎盆子都往我头上扣。因为我怀孕孕相不好，肚子又是圆的，婆婆就拿着不靠谱的民间说法说我怀的是女儿。她甚至想让我把这个孩子打了生儿子，我当然不同意。也是因为这，我一整个孕期婆婆都没来照顾过我。不仅如此，她还霸占着我老公的工资卡。我看准了，你媳妇肚子里就不是个带把的。你给一个丫头片子花那么多钱，还不如把钱给我养老。等我生下孩子，婆婆知道我生了个男孩时，又是另一副嘴脸。她抱着孩子说：“这里也像我老公，那里也像我老公。”一口一个乖孙的叫着。我就没见过这么双标的人。看到我态度坚决，婆婆气不打一处来：“月子里你怎么样了？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说话，但是你现在都出了月子，再不干活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？我那时候在月子里都能下地干活了，哪像你这么娇贵，人小事多，矫情的要命。”我说我儿子当初就不该娶你。我听后冷冷嗤鼻一笑：“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你不把自己身体当回事，我还心疼我自己呢。呵，还不让你儿子娶我？我要是知道我未来婆婆是你这样的，我还不愿意嫁呢。”婆婆瞪着我，眼珠子睁得老大，以为自己生了个儿子就神气了，就跟谁没生过儿子一样。说完，她还得意洋洋地看了老公一眼，好像在炫耀自己生了个儿子是个大功臣。她脑回路有点清奇，我不理解，但大为震撼。更让我不理解的还在后面。半夜我都睡着了，婆婆偷偷摸摸地把孩子抱走。等我发觉孩子不见去找时，发现婆婆正抱着孩子去吃她的奶。你在干什么？婆婆吓了一跳，说话声音这么大干什么？没看到我在喂奶吗？你年纪小不知道，我们老家都有这个传统，吃过奶奶的奶的孩子长得聪明。你看你老公能读那么多年的书，又考了硕士，那都是吃了他奶奶的奶的缘故。他这一堆乱七八糟的歪理说完，我的火气噌的一下子就涌了上来。我的儿子我自己养，你别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往我儿子身上使。婆婆不愿意把孩子给我，还掐我的手。想起整个月子期间的种种，我再也忍受不了了。我一把把婆婆从床上拽起，把她的衣服都给拿了出来。我是一分一秒都不想再看见她了，最好她现在立刻马上从我面前消失。婆婆过来抢。你干什么？你干嘛拿我衣服？我把衣服拽走，胡乱地塞进行李箱里。天一亮你就回老家，这里不欢迎你。婆婆像泼妇一样坐在地上。我不走，这是我儿子的房子，要走也是你走。想欺负我老太婆，门都没有，她随便坐，反正衣服我都收拾出来了。她要是不走，我拖也要把她给拖上车。婆婆开始无理取闹，孩子也哇哇大哭。哎呦喂，欺负人了！儿媳妇要逼死我这个老婆子啊！还有没有王法了？评评理呀！老公终于出来了，他不是听不到这边的动静，他只是选择性耳聋。但是只要他妈一哭一耍赖，他就过来充当和事佬了。小袁，咱妈也是好心，你再怎么生气也不能赶她走啊！她可是咱妈。我推开老公，没给她好脸色。我妈只有一个，她算我哪门子的妈？就算我把她当亲妈了，
他这一个月对我的所作所为，像是一个长辈能做出来的吗？你别拦我，再拦我，我连你一块轰出去。婆婆看到老公出来，自己的底气更足了。儿子，打他，把他轰出去。我就说你不应该娶她，你要是娶了你玉兰妹妹，多好啊！我真后悔同意这门亲事，我反对。你儿子拖到31岁还没结婚，是因为什么？你心里没点谱吗？摊上你这样的婆婆，真是倒了8辈子霉。听到我说婆婆，老公拽了拽我的衣服，皱着眉，有点不耐烦。小袁，怎么跟妈说话的？小袁，这次是你过分了。咱妈在家里住得好好的，干什么赶她走？别人看到了，肯定要说闲话的。就算她做的不对，妈年纪也大了，你跟她计较什么？老公句句袒护婆婆，话里话外都在暗示我是我自己无理取闹。我现在才算是真的看透了，他就是个彻彻底底的妈宝男。婆婆一边咒骂我，一边怂恿老公赶我出门。算了，这场闹剧也该结束了。我定了定心神，心中悄悄下定了决心。我心平气和地看向老公，你也觉得是我的错，对不对？老公没说话，算是默认了。我失望地自嘲一笑，好，那就这样吧。说完，我抱着孩子回了屋，拿了证件、房产证之类的贵重物品后，我抱着孩子出了门。婆婆看我出门，还以为我真是被吓到了，还在那耀武扬威，就把你赶出去，不让你吃点苦头，你就不知道这个家谁才是一家之主，是吗？我捏紧了手里的房产证，究竟谁是一家之主，很快你就知道了。我回娘家后，我妈一听到我在婆家受了那么大的委屈，当即就要找她算账。弟弟也说要去把我老公给打一顿，我拦住了他们。按照婆婆那种无理取闹的性子，要是真把他给打了，就算是白的他也能给说成黑的，我们就有把柄落在他手上了。不过还好结婚前我妈有远见，留了一手，婚前协议我也带出来了。我看着弟弟郑重说道，弟弟，你是不是有朋友在律师事务所？我有事请他帮忙，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？弟弟二话不说就同意了。我在我妈这里待了差不多半个月，这半个月里我吃好喝好，不用做家务，也没什么糟心事生气。不仅是我，连孩子都长胖了。老公还以为我只是赌气过2天就回家了，可是我根本就没打算再回去。那一家人我看一眼都觉得恶心，老公几乎天天给我打电话，我都没接，给我发微信，我也把他拉黑了。现在知道晚回了，晚了。晚上吃完饭，孩子哄睡后，我在床上追剧，忽然婆婆给我发了好几条超长语音，我俩几乎没怎么聊过天，我觉得有些奇怪，点开了语音。儿子啊，小袁还没回你电话吗？你再劝劝他走可以，但是可别带着我的乖孙走啊，那可是我们家的孩子，不能让他给霸占了。你多说点好话，女人不都喜欢听漂亮话吗？多哄哄他。我都打听过了，他家有好几套房产呢，要不是因为这几套房子，我会松口让你娶她。你现在先假意跟他恩爱，反正他现在孩子也生了，这辈子只能跟你。你要是哪天厌弃了他，等他把房子交出来后，你想出去找几个就找几个，妈肯定不拦着你。对了，小袁怀孕的时候，你不是和你玉兰妹妹好了吗？要说玉兰也愿意做小，你再忍耐些，先把小袁哄住再说。听完这一大串的语音，我气得气血倒涌，我颤抖着指腹把这一条条语音录屏收藏，保存证据。好啊，原来是骗婚，什么海誓山盟，什么一生一世都是假的。老公自始至终和他妈都是一个德行，他把我当作提款机，
他妈妈把我当成生育工具，既然你们不仁，也休怪我不义。本来只是以为老公只是耳根子软，没想到他就是个拎不清的。婆媳之间每次有矛盾，他都把错归结到我身上，让我让步。可我让步的结果就是婆婆变本加厉的一次次刷新我的底线，不仅骗我，现在她还趁着我怀孕期间出去乱搞，失望攒够了，情谊也被消磨殆尽。这婚我是离定了，我把孩子放在了娘家。这2天我在娘家里养得红光满面，精神抖擞。往律师所跑了几趟后，我心中有了谱，当即就带着搬家公司回了家。回到家后，婆婆正在拿着我的化妆品抹脸，老公躺在沙发上刷短视频。我没在家，家里垃圾好几天都没倒，整个屋子被他们弄得一团乱。我打开门，当即让搬家公司进了屋。搬家师傅当着他俩的面往外搬东西，婆婆立刻跑过来，抱着电视机不肯撒手。你们干嘛？这是我儿子的家，你们怎么私闯民宅？不走，我要报警了。老公关掉手机，看着七七八八的东西都被搬走，也慌了神。当看到门口站着的我时，老公心里就明白了几分。他过来拉我：老婆，你回来了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甩开他的手，冷冷道：看起来我不在家，你们母子生活过得还挺滋润。老公悻悻地哑了声。我昂首挺胸地进门后，指挥着搬家师傅：这个那个都搬出去，家里的电器全给我拆了。搬家师傅办事麻利，拿着螺丝刀3下5除2的就把电器拆卸了下来。婆婆一看势头不对，跑过来推了我一把：泼妇，你干什么？这是我儿子的家，你这么猖狂，信不信我让我儿子把你轰出去？这一次我不再顾及老公的面子，当即就把房产证亮了出来。婆婆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替你儿子遮遮掩掩了。这房子上写的是我的名字，也是我的婚前财产。你儿子为了面子不想告诉你，我可不会再顾及分毫了。对了，我把房子卖了，该搬出去的人是你们。婆婆想反驳，但看到老公心虚的表情后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捂着胸口后退了几步，仿佛快要背过气了。她嘴里仿佛有千万句恶毒的话等着骂我。婆婆指着我要来打我：你狼心狗肺，你不要脸！原来你早就留了一手，你这个毒妇，我儿子就不该娶你。你进了我们家的门，又给我们家续了香火，那就要全都听我儿子的。别以为仗着娘家有钱就能为所欲为，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我家也得听我儿子的话。你算老几？接着他拦着搬家师傅：不许搬，这都是我儿子的，全都是我儿子的。师傅收的是我的钱，看都不看他一眼。婆婆发疯，我比他更疯。他们骗财骗婚，又骗我生孩子，我不会放过他们的。所有的事情我都已经咨询过律师了，他们休想从我这里捞到一滴油水。婆婆气急败坏的要过来打我，我反手把她推倒在地。与其在这里无理取闹，不如好好劝你儿子早点跟我离婚。不过孩子归我，所有财产也归我，你们现在吃的用的全是我的东西，没跟你们算账已经是我仁至义尽了。我每说一句话，婆婆就肉疼一下。在听到我说离婚后，婆婆眼中闪过精明的目光，她朝我吐了口唾沫：好，尽早离，我儿子一表人才，有的是姑娘喜欢。等你们离婚了，我让我儿子转头娶了我侄女玉兰，到时候你想后悔也没用。我冷笑一声：呵，我会后悔。我恨不得大张旗鼓，让所有人都知道我脱离了苦海。婆婆很快就反应了过来：不行，你走可以，我的乖孙子一定要留下。
那是我们家的种，你不配养他。不对，别欺负我一个老婆子，什么都不懂。就算离婚，你们也要财产平分。想让我儿子净身出户，门都没有。我早就料到了他们会这么说。拿出结婚前老公承诺，如果我们感情破裂，他会净身出户的婚前协议书。一直在沉默中的老公罕见地变得暴怒：小袁，你有完没完？你非要把这个家拆散了，你才安心是不是？好好的过日子不行吗？又是卖房子，又是离婚，你就不能消停点？再说了，我妈年纪都那么大了，你跟她生什么气？眼里还有没有长辈了？她夺走我手里的协议，把纸张撕得粉碎。今天这事我就当没发生过，把搬家师傅弄走吧。今后我们好好过，就算跟我离了婚，对你又有什么好处？到时候你带个孩子，连二婚都不好找。他要不要看看自己在说些什么狗屁东西？离婚只能对我有益无害，早点远离这家人，我才能早日脱离苦海。倒是他们母子，我倒要看看他没房没车，又结过婚，还有这样一个不讲理的妈的人，以后会过得怎么样？老公把协议撕碎了，我也不慌，转手从包里又拿出了一沓，随便撕，反正都是复印的备份。我这里还有好多，反正原件好好的在我手里，就算他把这一沓纸全撕了，我也毫不心疼。我咨询过了，这张协议书在法律上可是生效的，你想不认账，门都没有。婆婆和老公自知理亏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屋里的东西一点点被搬走。他们想赖着不走，新的户主可由不得他俩，当即就找人把他俩打了出去。听说他俩灰溜溜的被人轰出门的时候，脸上鼻子上肿了好几块，可是那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此时此刻，我正美美的贴着面膜做着 SPA 享受，刚做完美容回到家，就看到家门围了一大群人。婆婆和老公把他们家的亲戚全叫过来了，外面还有一群看热闹的邻居。婆婆一看到我，就坐在地上一头呛地的哀嚎：儿媳妇啊，妈错了，妈不该和你顶嘴的，就应该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说什么都是错的，你不要和我老婆子一般见识。儿子不听我的话，我也认了，你们夫妻俩好好的把日子过好，我受多大的委屈都是值得的。小袁啊，别闹了，跟我们回家好不好？你自己离婚无所谓，那孩子是无辜的，你不能因为一己之私让孩子从小就没了爸爸呀。二姨拉住婆婆：妹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自己？那儿媳犯错你一句话都不能说了，你是长辈，要我说是小袁他妈在家时就没给他教好，活让你受罪。三姨过来指责我：小袁，你婆婆都这样求你了，你让一步能怎么样？服个软能让你身上少一块肉吗？别不识抬举。大姨也附和着：就是，你看你婆婆多好，你们夫妻俩生气她还亲自来跟你道歉。你婆婆心善，但你也别看到她好欺负就一直蹬鼻子上脸，一家人和和美美的才是正道。几个亲戚说完，再加上婆婆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模样，不明真相的邻居都以为全是我的错。好，他们道德绑架这一招用的倒是不错，他们这么来闹就是笃定了我不想把事情闹大，不想让别人看笑话，包括我老公。哦，不对，现在应该叫前夫哥。前夫哥依旧是屁都不放一个，默许着这一切发生。他们想把我变成众矢之的，想让我妥协，可我也不是软柿子任人拿捏，他们的如意算盘可要打错了，丢人。我可不嫌丢人，正好现在这么多人在场，我倒要让三邻四舍都看看孰是孰非。我冷眼看着周围的这群恶亲戚，
这是你们自找的。我撸了撸袖子，正是接招。我走到二姨面前，翻出婆婆跟我之前的聊天记录。二姨，你替你这位好妹妹着想，她可从来都没想过你。你想想，为什么我曾婆婆去世的时候，唯独给你的镯子是一只？是因为另一只被婆婆媚走了。不仅如此，曾婆婆临走前还给了你一大笔钱，可是全被婆婆挥霍完了。这些你都不知道吧？二姨听后瞪大双眼，跑到婆婆面前大声质问，她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我就说，为什么妈给我的遗产没你们的多？原来是你偷偷拿走了，亏我还替你出气。你这是把我当傻子啊？你们的家事我不管了，我的东西你也快点还给我。二姨最先倒戈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现在婆婆该想想怎么把这笔钱还上了。接着我对上三姨的视线，三姨，有件事我早就想跟你说了。你猜我婆婆为什么好心的把我老公半路发家的堂弟介绍给你家女儿？你还以为自己掉了个金龟婿，其实她自己有隐疾，根本生不出孩子。不但如此，还有艾滋病。我婆婆可不会真心盼着你们好。三姨感觉自己的三观都要被震碎了，她痛心疾首地捶着婆婆的胸口，都快把婆婆捶吐血了。我说我女儿好好的，怎么会染上那种脏病？你们家还倒打一耙说是我女儿不检点，你这不是把我女儿往火坑里推吗？好啊，我把你当亲戚，你居然跟我玩心眼，我跟你没完。很好，又反目了一个。最后不等我开口，大姨就颤颤巍巍地主动问，你婆婆是不是也做过对不起我的事？我点点头。她说你人长得丑还穷，彩礼和份子钱她都看不上，还说你是穷亲戚，人抠抠搜搜的，活该穷一辈子。更难听的话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。大姨，你这是被当枪使了。大姨含辛茹苦地把几个妹妹养大，为了这几个妹妹，她不知道操了多少心，出去干了多少苦力活。为了这几个妹妹，硬生生地把自己熬成了老姑娘。家里因为拮据，她把自己上学的机会给了婆婆，没想到到头来却被自己的亲妹妹嫌弃。大姨看着平时和和气气不怎么生气的一个人，现在被自己的亲妹妹背刺，也忍不了了，当即就跟婆婆断绝了姐妹情分。好了，现在所有人都看清了婆婆的真面目，这次他们再也不会帮理不帮亲了。接着我开始审判他们母子。你们母子当初骗婚，只是贪图我家的财产，以为我怀的是个女孩，天天嚷嚷着让我把孩子打掉，一看生的是个儿子，就立刻换了副嘴脸。重男轻女不要表现得太明显。我怀孕时你一次都没来看过我，坐月子期间天天给我气受，还让我月子都没做完就出去工作。见过极品的，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。还有你，每次婆媳之间有矛盾，你都当缩头乌龟。大多数的争吵皆起源于你的不作为，还在我怀孕期间出轨，想让我原谅你，门都没有。这下真相大白，他们本来是想让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丢人，现在在人前丢人现眼的只能是他们。所有人都开始谩骂他们母子，甚至有人刚买了菜，拿着菜叶子砸他们，他俩灰溜溜地跑了。有人把我舌战恶婆婆的视频上传到了网上，网友直呼痛快，支持我赶紧离婚，并追着他们母子谴责。他们算是彻底的身败名裂了。迫于舆论，哪怕老公还想纠缠，还是不得不跟我离婚了。我离婚那天，弟弟为了故意膈应前夫哥母子，在他们面前放鞭炮庆祝。离婚后，孩子归我，钱财房子也是我的。前夫哥净身出户，产假休完后，我辞去了工作，
拿着卖房子的钱开了家小工作室。后来工作室越做越大，我们搬到了更大的办公写字楼，又注册了公司商标。我的事业蒸蒸日上，孩子请了专业阿姨带，幸福快乐的健康成长。前夫哥一家的日子就没这么滋润了。前夫哥因为网上的舆论不好，对公司造成了负面影响，老板当即就给他辞退了。他再去找工作时，也没有任何一个公司愿意要他。他失业了，也彻底的没了经济来源。我们离婚后，前夫哥立刻娶了他的出轨对象玉兰。谁知道玉兰表面一套背后一套，等过了门才发现她的性格更加泼辣，把婆婆当牛使。不仅如此，她还对婆婆非打即骂。没多久，婆婆就被气出脑梗进了医院，半身不遂。得知前夫哥失业后，玉兰对这一家人的嫌弃程度简直到了极点。她嫁给前夫哥本就是看上了我们之前住的那套房子，没想到那套房子根本不是她的。玉兰气炸了，卷了婆婆的治病钱跑了路。前夫哥爱情事业都受挫，家里又一大堆琐事，给婆婆治病又欠了一大屁股债还不上，最后精神崩溃跳了楼。婆婆也突发脑溢血死在了医院。没有一个亲戚去给他们收尸，也没有一个亲戚去看他们。他们之前背刺作恶的同时，就应该想到现在的结果，只能说是他们自作自受。反正现在都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我现在正坐在法拉利上，看着美男兜着风呢。他们的面前是黑暗和深渊，而脱离苦海后，迎接我的只能是光明和坦途大道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